超二代终于不是拖后腿的了。红太阳照射下，大超危在旦夕，关键时刻两个儿子力挽狂澜，这才应该是阳间剧情嘛。我是瓜皮儿，超人与路易斯前情提要。乔丹的一次失控引起了连环风波，受害者泰格发起报复，乔纳森手臂断裂告别球场，克拉克则险些与军方撕破脸皮。这一场的源头便是 X 克什，乔丹头痛到近乎去世，克拉克抱起他直奔孤独堡垒，只有那里才能救回自己的儿子。分析显示，乔丹的超级听力已经觉醒，头疼便是源自于排斥不掉的噪音，解决的办法只有让他自己学会抑制。克拉克心急如火，只能先给儿子戴上降噪耳机。也许几周，也许更久，这段时间克拉克要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儿子，安置好小哥俩。顶梁柱克拉克又哄了妻子，暖男大超无疑了呀。由于之前女儿被泰格抓走，虽毫发无损，但让拉纳有了戒心。他同意和路易斯合作调查，首先就得打入内部。爱奇能源公司里，摩根正在和莱斯利计划运输任务，和路易斯一起闯入矿井的黑人记者到底是谁？这是摩根的一件心事。今天刚好也是拉纳前来报道的第一天，作为一人之下的老板，他从百忙之中抽出空来激励了拉纳，希望他能从斯莫维尔挑选出5位员工加入公司。突然从小镇中脱颖而出，避免不了被老朋友求助，想走关系成为5员工之一，拉纳只能婉拒。公司费了大半天功夫才招收了4位，摩根很愿意让拉纳的丈夫凯尔加入，拉纳却以不能公事私办为由放弃了。他心里清楚，所谓的5员工都是实验 X 克什的小白鼠。路易斯这边也在调查马库斯的真实身份，对方几乎删除了网络上所有关于马库斯这个名字的照片。克拉克尝试让儿子学会筛选想听到的声音，可乔丹怎么也做不到。马库斯正修着智能助手时，房车被路易斯敲响了。路易斯开门见山告诉他1小时后餐馆见，若那时不告诉自己真相，以后再无合作机会。换做正常人早就关门赶人了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但马库斯没有这么做，因为在他的世界里，自己和路易斯才是一对儿。他们组建了家庭，有了女儿奈特，似乎生活就这么幸福至终老。可现实呢，狠狠甩了他们一个热视线。超人身着黑色战衣，身后是一群同类，他们对大都会发起了无差别攻击。顷刻间，家园毁灭，人们搞不清楚超人为何这么做。这个世界的路易斯站在摄像机前，呼吁人们振作起来，只有克什才能打败他们。可下一秒，他化为烟粉。从那天起，这个化名马库斯的男人就发誓要摧毁超人。他和女儿把各地收集来的零散配件加以改造，利用现学知识完成一套钢铁之躯。究竟能否抵抗克星人，只有试试才知道。他总是告诉女儿一个道理：历练之火燃起，心如钢铁坚硬。只是这一告别，便再没见过女儿。拉回思绪，马库斯早已泪眼朦胧。1个小时后，他准时赴约。克拉克跟随路易斯来到门前，在2人谈话间溜进了马库斯的房车。智能助手一句“欢迎回来，卢斯上尉”，让克拉克眉头紧锁。餐馆内，马库斯刚刚说出自己曾是名军人，谈话就被来电打断了。克里斯通知路易斯，矿井正在运输一批 X 克什。路易斯连忙告别了马库斯，等他回到房车才得知克拉克进来过。所幸他并不知道克拉克是超人，认为对方构不成威胁，便着手调查起了路易斯去了哪里。追击的路上，克拉克想不明白马库斯和卢瑟有什么关系。结合他们所经历过的多元宇宙来看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。克拉克看到3公里外有一批精锐战士在护送 X 克什，而路的尽头，马库斯正持枪拦截。为了避免交火，克拉克眨眼之势把精锐战士送到了千里之外。马库斯也就顺利地拿到了 X 克什。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敌人布的局，如此轻易得手，显然是想引出他们几人。为了做好应战准备，马库斯希望见超人一面。
这是唯一能够阻止灾难发生的办法。见路易斯没有答应，马库斯表示自己愿意对超人全盘托出。 Do you trust him? With my life. 说罢，将 X 克什交给了路易斯。不出他们所料，这一切都是莱斯利的局，他要引起战争，让人们忽视矿井。家里的乔丹偷偷练功，然后惊艳所有人。他摘下耳机，坚持了很久，相比之前已经是很大的进步。同时，乔纳森得替兄弟狡辩啊，他找到了萨拉，说乔丹被泰格打伤了，只能请假一段时间，顺便把爆炸视频的事儿给圆了下来。我的老弟只是不想让你担心，还秀了一下断裂的手臂。几句话下来，萨拉也舒服了很多，可他自己就难受了，气得差点脑淤血啊！女孩威克汉帮了他一把，眉来眼去的聊了几句。乔纳森的春天提前来了，随后被萨拉泼了盆冷水。他告诉乔纳森，威克汉可不是谁都能驾驭的。两人聊起了泰格，他也是乔纳森唯一的朋友。另一边，乔丹的训练还在继续，每次摘下耳机都无法集中精力，于是他点开了萨拉的头像。这一次的集中有了回报，他能够听到萨拉在说话。Guess I'm pretty lucky to have you. I guess what I'm saying is, if you ever need someone to share that with, I'm always here. 等等，怎么还有个男人呢？乔丹表情一变，再仔细听啊，西吧，这不是乔纳森的声音吗？聊的还是都些有什么烦恼可以找我之类的话，这让乔丹心态爆炸呀。放学回到家的乔纳森被一顿暴骂，他脾气再好也无法接受被兄弟监听的事实，何况自己从来都是100%维护兄弟。乔纳森一下没收住嗓门，让得乔丹如双风贯耳般痛苦啊！家长这边，路易斯去调查马库斯和卢瑟的关系，克拉克则是要和对方赴约。顺便一提啊，装 X 克什的盒子上有马库斯的指纹，夫妻俩的想法不谋而合。为了迎接客人，马库斯拿出了压箱底的装备。超人如期赴约，他没有过多的戒心，毕竟是来谈合作的。这个世界要被毁灭了，必须除掉有威胁的人。摩根·艾奇是其一，另一个便是你，卡埃尔。国防部的指纹调查出了结果，约翰·亨利·埃恩斯是马库斯的原名，但这个人已经死了6年了。克拉克察觉到了敌意，但红太阳的辐射瞬间削弱了他的能力。Why are you doing this? Like I said, I'm here to save the world. You see, Kal-El, you're not the man of steel. I am. 约翰抡起动能锤，一下又一下的折磨着克拉克。听到战争已经打响，莱斯利微微一笑，立刻派出大量人马运输 X 克什。如今没有人能够干扰他们。家中的乔丹突然瘫软在地，乔纳森赶忙跑了过来。他听到父亲遇上了危险，兄弟俩顾不上太多，掏出老妈的钥匙来了波无证驾驶。乔丹集中注意力寻找位置，乔纳森狠踩油门。克拉克这时没有了反抗能力，只能用全部力量支撑自己不倒下。危在旦夕之际，儿子们驾车赶到。红太阳给乔丹也套上了虚弱，乔纳森灵机一动，抡起动能锤砸碎了所有灯光，这才是智商在线的超二代呀！克拉克恢复了力量，逐渐逼近约翰。那一刻，他仿佛看到了那死神般的黑超。It's over. 路易斯赶到阻止了克拉克，大超这才顺了脾气。约翰被送进了国防部，一切审问等山姆回来再说。此时，老朋友给拉娜送来了谢礼。今早摩根·艾奇亲自打电话让他成为5员工，拉娜不知说什么好啊，这是拼了命往火坑里跳啊！在超人与约翰对战的时候 ，X 克什已经运输完毕，接下来就是拿这5员工开刀了，争取能制造出下一个莱斯利。这是漫长的一天，今晚如果不是乔丹和乔纳森，克拉克很可能就没了。夫妻俩感觉到无比幸运，能有这样的孩子，也是时候告诉他们最近发生的一切了。卧室里，两兄弟互相为白天的事道了歉，他们都理解对方是冲动乱说话，没说1分钟就笑着打闹了起来。这时，克拉克和路易斯走了进来，先是感谢了儿子们的帮助，虽然行动危险了点，之后便把所有机密说了出来。All right, who wants to go first? What was that deal with the guy tonight? 还好啊，卢瑟没有黑化。约翰·亨利·艾恩斯就是漫画里的钢人了，只要不出意外，他绝对不是反派啊。
约翰变成超级英雄还是发生在超人之死大事件之后，他为了继续传承超人的精神，才打造出了那套战甲维护正义。他的女儿奈特·艾恩斯是第4代钢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大鲨鱼奥尼尔在1997年出演过同名电影，讲述的正是约翰的故事。本集最后和大超对话，并且协助路易斯调查的上尉罗塞蒂在第2集就登场过，露面一会儿就被约翰打晕了，可能是养好了病才回到了国防部吧。山姆打了通电话要成立7734小队，电话那头也是罗塞蒂。最后关于闪回中的黑超灭世场景，应该是参考的新克星里的坎多城事件，具体内容各位可以翻看一下超人与路易斯第2期片尾。至于是一堆克隆超人还是超人带领克星人，画面里看不出任何细节，只能等后续的剧情。这黑战一是联动级异世界危机同款战役，省下来的钱都用在刀刃上了。这里有一个不一定真的消息啊，老熟人司机侠的哥将在第12集登场，想必鸡汤之神肩负起了这一届的联动核心吧。结合他要登场于闪电侠第7季，上面的猜测更有可能发生。绿灯的哥指日可待。还得再说一遍，这剧情香香，正反派智商在线，最关键的是他喵的没有熊孩子也忒爽了。有劳点个关注，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